蓝忘机知道，此刻的魏无羡是看不到他，也感受不到他。他想要看看这个下午魏无羡到底经历了什么，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。果然像他说的那样，魏无羡确实是老老实实的在附近看看是否有一些动物的行走痕迹。后来，蓝忘机看到魏无羡愣了一下，他看到不远处一只白色的小兔子，而魏无羡轻手轻脚的过去，眼疾手快的就揪住了兔子的耳朵，把它抱在怀里。这只兔子起初还在魏无羡怀里挣扎，魏无羡随意的坐在地上，低头看着怀里的兔子，像是在自言自语道：“你也这么讨厌我吗？”蓝忘机一脸错愕的看着他，就见魏无羡放开了手里的兔子，任由他离开自己的视线。他把脸埋在膝盖里，整个人缩成了一团，但是那双眼睛还带着几分期许，看着兔子离开的方向，心中还是觉得那只兔子说不定还会回来。看到这一场景，蓝忘机的心隐隐作痛，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魏无羡。在他身边的那个笑得如同3月暖阳、活力四射的魏无羡，喜欢撩拨他，之后又和自己称兄道弟的魏无羡，讨厌笑归到极点，喜欢黏着自己的魏无羡，此刻在他笑容满面的脸上居然出现了悲伤失望的神色。蓝忘机不懂，到底是因为什么他才会流露出这样的表情，但是他很快就知道了。魏无羡拿着手边的树枝，漫不经心地拨弄着面前的枯树叶，他歪着脑袋，靠在了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臂，那双璀璨的星眸瞬间失去了活力。蓝湛这个人也真是，写个日记就像写记过本一样，还把我写的那么，我到底是有多讨厌呢？蓝忘机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只觉得胸口一阵揪心的疼让他喘不上气来。看着魏无羡伤心的神色，蓝忘机无法不动容，没想到造成魏无羡这么伤心的人居然是自己。蓝忘机单膝跪在魏无羡的面前，虽然知道面前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存在，不过他还是伸手抱住了这个很是伤心的孩子，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。回想起魏无羡不断跟他说自己是做梦看到他写的日记，蓝忘机以为他只是随口开个玩笑，他也没太当真。可是直到现在，蓝忘机亲身经历这些，他才相信了魏无羡所说的话，日记里的事情可能真的是在梦境中看到的。然而蓝忘机有一点不明白，他在日记中写的分明是喜欢魏无羡的一切，以及想要照顾他一辈子，可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神情，以为自己非常讨厌他？紧接着耳边传来了一阵狗叫声，蓝忘机成功的看到了魏无羡有些红润的脸色瞬间煞白，只见魏无羡直接站了起来，兴许是坐得久了，腿麻了，跑的时候还踉跄了一下，脚下跑得飞快，蓝忘机也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。魏无羡跑了许久，不停地大喊着，而蓝忘机也是一路跟随，听着魏无羡撕心裂肺的求救声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他完全没有想到魏无羡居然怕狗，但他跑的时候还不忘记着周围的路，等醒来的时候循着这条路找过去，就能找到魏无羡。我的妈呀，终于逃出升天了！魏无羡狠狠地喘了几口气，身体本来就没好，再加上刚刚跑的时候太快，也没来得及看路，魏无羡自己都不知道跑到了哪里，只觉得自己的身体软弱无力。但眼见着太阳快要落山，山里的夜路魏无羡不会不清楚有多难走，没办法，他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，尝试着判断自己的位置。看着太阳下山的方向，魏无羡很快就分出了东南西北，他扶着树干，晃晃悠悠地往营地走去，但是他光是看着眼前的路就已经很是吃力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脚下有一个大坑在等着他。小心！蓝忘机出言提醒，甚至想要伸手去捞他，但是他也只是一道虚影，就这么眼看着魏无羡坠入深坑，再也没有回音。紧接着，蓝忘机感觉一阵天旋地转，待他再一次看清眼前的景象后，眼前依旧一片漆黑，周围全部都是腐烂木头的味道。蓝忘机不由得蹙眉，他缓缓地站起来，似乎想要找到魏无羡，可还没走几步，他就看到了靠在坑边的魏无羡。这人身上全部都是泥土，狼狈不堪，脸上还有着丝丝血迹。蓝忘机不知道他哪里受了伤，他不断地呼唤魏无羡的名字，但是那人却不给他一点反应。魏婴，魏婴，醒醒，别睡！蓝忘机悲痛地伸手想要擦去魏无羡脸上的血，但这只是徒劳无功。
他不断的挣扎，想要立刻醒来，穿过层层树林去找到他。醒来，快醒来！不知道是到了时间还是老天开眼，蓝忘机成功的把自己喊醒了。他猛地翻身坐起，也不顾外面其他人是否醒来，他拿着手机冲出了帐篷。外面的天逐渐明亮，而蓝忘机却不管不顾地冲进了树林，即便是跑得全身是汗也无所谓。魏婴，等我，我马上就来救你。蓝忘机穿梭在树林中，他一边回忆昨晚的梦境，魏无羡慌不择路的逃跑路径，一边到处观察，生怕魏无羡跑了出来，自己不得知。距离魏无羡落入洞中已经将近6个小时，蓝忘机心急如焚。那个洞不浅，而且洞口极为隐蔽，稍有不慎就会摔入其中。根据昨天晚上看到的场景，魏无羡应该是伤到了头部。他下去的时候，魏无羡已经陷入了昏迷，他脑后的石头上还有斑驳血迹。虽然他没来得及仔细去看，魏无羡的身上肯定还有其他他没有看到的伤。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人救援，蓝忘机的脚步一顿，他不停地喘着气，汗水顺着他的发丝滴落在泥土中，那双琉璃色的眼眸中夹杂着一眼就能看穿的痛苦神色。他狠狠地捶了一下身边的树，翠绿色的树叶经不住他这一下，吓得纷纷坠落，掩盖他焦急的脚步。终于找到了魏无羡坠落的洞口，蓝忘机不知道魏无羡此刻是不是清醒着的，他用手机照亮了洞口，见这里还有几处能踩的石头，蓝忘机也不管他们是否能承受住自己的体重，二话不说就顺着往下走。蓝忘机踩着石头往下走，手机却是被他咬在嘴里。手机上的手电筒功能让蓝忘机看清了洞里的模样。不能说是洞，应该算是一个窟。窟里阴暗潮湿，隐约可见窟顶上盘旋的树根和几个天然形成的石钟乳，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潮湿的腥味，隐隐还能够听见坎坎水流声，甚至还能够听到几只习惯在黑暗中穿行的夜行者在空中盘旋，似乎是在查探有什么人闯进了他们的地盘。在脚踩到窟底的时候，蓝忘机急忙用伤痕累累的手抓着手机，不断地寻找魏无羡的身影。梦境中的魏无羡就在这附近，蓝忘机不敢怠慢，一直在喊着他的名字。魏婴，魏婴，你在哪里？回答我。但是窟里除了自己刚刚喊的几声回音，再也没有第二道声音传来。蓝忘机搜寻了附近的几个地方，终于在一泉小溪旁看到了已经昏迷过去的魏无羡，想来应该是口渴了，想要喝这里的溪水，硬撑着等人前来救援。也许是想要清晰伤口，魏无羡的手臂浸泡在溪水中，皮肤已经变得苍白。蓝忘机立刻抱起魏无羡，他立刻就感觉到了身上传来一阵不正常的温度。